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WCS 秋季赛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去年的蒙特利尔站算是泰姆翻身做主人的一战，今年也很重要。今年的蒙特利尔站，如果泰姆今年能够进16强，基本上就锁定今年的保险嘉年华的名额。他能不能进普利泽康，就看他完全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状态。如果能够发挥出色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夜也蛮值得熬下去的。反正就这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确定李培南晋级了，我们就来开香槟庆祝一下。对，我香槟都背过来了。对，我现场给他开。先确定了再开，你不要先开那种味儿。最早的时候，那个他想未来就是从事星际的行业的那一天，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去普利斯康，要代表中国人去一趟普利斯康。每个选手都是想去最大的舞台的，这是所有职业选手的一个梦吧。应该是可以亲眼见证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梦想，也是大家对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期待吧。越过这道坎吧，因为很近很近了，这道坎真的是已经非常近了。我跟现在就是也是他的粉丝，我天天关注他呀。跟那个好多咱们那个星际迷也帮他算那个分儿。但是现在对他威胁最大的还是9至16名这几个选手。就看看他这回这分组情况怎么样了。他就是女王小狗张龙民，什么都没有。他现在什么情况？他们我都搞不清楚。看一下这个分组，它太关键了。看一下。OK， 哪组啊？哇，这他妈没出现了呀！这个。这是谁的？这是那个波兰分组吗？那不是我赢吗？这就是最赢的。这不赢了吗？我那个杰拉德，我打美服比他顶200匹都能干趴。泰姆这个组换我们这里随便哪个职业选手都能出。我靠！从军之星几年忘了，有一次比赛嘛，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认都不认识的就被他淘汰了，在海选赛。星际的圈子很小，就不太可能有这种不认识的人上来把我淘汰了，然后就去查，然后才发现是一个14岁还是15岁的小朋友。他自己是不能报名的，他通过别人的账号然后来报名参加的，然后我就去把他举报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一定要让这样子有希望的一个选手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边更好的发挥下去，因为中国的星际真的是好久没有出成绩了。一个连16岁都不到的选手能够击败一个职业选手，这对中国星际来说绝对是件好事情。当时我们就问他要不要来。是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叫他来，然后给他，当时钱并不多嘛，一个月也就2500块钱。他说我知道了，然后他转了2500块钱给我，然后我满脑子问号，我说你为什么要转钱？他说不是交钱来俱乐部吗？我说是2500块是我们发给你，不是你交给我们。当时这件事情其实蛮搞笑的，其实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其实他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小男孩嘛。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去咨询了Time的父母的意见。10多岁就应该上学，那还有未来啊！你玩去了，作为家长来说，脸上可能都挂不住，说你家孩子干嘛呢？说玩去，有时候咱都不好意思说。其实打的时候，我估计都没那么紧，咱们挺紧张的哈，好多。关键心脏都受不了，紧张的。这法虫可能厉害一点。随时准备大家跟他们的比赛了。1比0，看吧。输给谁了？法虫。我他妈的打不过法虫。好，泰姆的比赛开始了。1比0了吗？法虫已经赢了一盘了。因为第一把没看到啊，我觉得可能泰姆被 rush 了一盘。我前段时间跟泰姆练的还比较多。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啊？113取消了一个太紧张了。泰姆感觉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解放还能扛住吗？扛不住了，他其实史蒂夫都已经在乱地了。2比0。哎呀，你说很遗憾啊，这个第一场上来就被0比2了。看他最近比赛都是上来打这种外面这种比赛，都上来都状态慢热，比较慢热。
对于他来讲，那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的时候，其实就是每打一步就特别紧张。他要从事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对我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没什么区别。有一次呢，我接他去，他就给我展示这个手，他手上呢磨了好多血泡，都磨破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说爸，我那个做引体向上，我跟全班拔了一个第一。那会儿我看着孩子这个手啊都破成那样，作为父母来说，真是眼泪都快下来了。但我就突然之间意识到，孩子都有好强心，都不愿意被别人看不起，都想在哪方面证明自己。他觉得星际可能这个电子竞作为他来说，可能是他最后一个能够表现他的舞台。所以那会儿我开始转变，就是要跟他沟通。到后来，我觉得要支持他，既然你要干，我得想办法去让你成功去。成功的意义在哪儿啊？就是要你恢复自信。年轻人一定要有自信心，不管你干什么，你只要有了自信了，然后你坚持去刻苦努力去了，你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给你机会的。太不就是要多操作一下呀？完了，你这个，反应很慢了，有可能是时差的原因。又没有反应这边。不会吧？没反应。还是压力太大了。他其实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单线操作啊。其实我看到这一把虽然是赢的，但是我觉得状态还是不差。这个整个这个 time 这个竞技状态真的很差。没冲起来一样，就是打的就是有点不像他的感觉。打下来我还是觉得虽然他赢了，但我觉得对他状态还是有点担忧。就是严格来说，我觉得可能打的还不是非常好。为了这份自尊心、好强心呢，他也付出了很多。所以作为家长呢，我觉得孩子们都不容易，都非常有自尊心，都希望证明给父母看，不光为了他自己。所以他在这边付出了很多。我现在最担心的，怕他失败以后呢，他不能接受这种失败。暴雪嘉年华这个词就跟中国选手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从事的星际争霸这个项目里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选手捧杯。当时的中国星际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谷。13年、14年吧，当时就是说星际突然就是下滑很严重，就是说没有太多的一个比赛，可能一整年下来就大概就4、5个大比赛。战队可能就3、4个，而且还有其中还有1、2个可能就已经面临解散这个情况。没有战队的那些新选手啊，他们很多在中途就放弃了，因为他们在中途得不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去坚持下去，也没有条件让他们坚持下去。没有俱乐部的话，那就没有选手体系了，那就也不会有非常精彩、非常高水平的一个赛事对抗了。那玩家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精彩赛事之后，他们对于星际争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会慢慢的往下走。每次出去，这些选手都打得很差。我在国外的比赛受的挫折太多了，那时候确实是觉得自己没有了进步，然后也看不到曙光的那种感觉，确实是挺绝望的。然后你就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个项目。还真有考虑转型其他游戏，真的有考虑过。失败了之后，就是觉得是，当时自己就是也确实是很绝望的。然后招人之后，17年有一段时间退役了大半年，就是可能还是比较爱这个游戏，比较爱星际这个游戏啊。大家都还是就是玩其他游戏，发现哎呀不好玩，还是没有星际好玩。2018年世界锦标赛瓦伦西亚站的时候，那一站的话，我们的选手普遍表现不佳。然后我色总还有9号哥，我们3个人都有点沮丧。当时是全岛，包括我们赞助出去的选手也输了。晚上我们3个人后面比赛都不想看了，我们3个人出来在这个临时路上吹着冷风，然后我们说走，我们吃个夜宵吧。当时我们觉得很崩溃，我们觉得这个圈子已经就这样了吗？就是这些选手那么差劲，然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这帮烂泥们？我们干嘛一定要把他扶上墙或者怎么样？就很崩溃，都觉得难道中国星际电竞真的在
我们这里的故事就快要画上句号了嘛。我吃着就莫名其妙就觉得，哎，这样下去不行，要继续的去为星际去做些什么事儿。他说：“我觉得中国星际有市场，有市场，有赞助商，有观众，只是选手差了点。那为什么我们就不在选手这块多培养一点呢？有那么多年轻人想打。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儿能做，很多的选手还等着我们去帮助他们成长。他们其实对这个游戏、对职业的梦想，其实还是有的。”然后爆炸到最后，911说了一句：“要不再拼一把吧？”他不甘心，他说：“你想做了那么多年星际。”然后就说断就断了，就中国星际就不做了，那好像有点，其实困难每天都有，然后每天都有放弃的念头，但是真正你要放弃的最后那1秒钟的时候，你又想再坚持一下，所以911这种心情，我个人是完全感同身受，能够理解的。那坚持下来，总就有希望，就跟当年我们做 PO 一样，最苦的时候。就8个月没有所谓的工资，没有收入，那我们最后坚持下来。因为星际在我们这批人心目当中的重量远远超乎别人所看到的那种现象，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911能坚持下来，我觉得他就一定会成功，包括他们。只有我这一辈子我是遗憾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面自己有太多遗憾。我觉得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快40岁了，然后有条件去完成自己的一些梦想的东西，那就不要计后果，做了再说呗。希望能够说为我们中国的年轻的星际选手能够提供一个平台吧，算是。Time 这一年整个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从他的这个成绩上，还是心态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打出最好的成绩。那围绕他组建这个战队，一切以他赛训为主的需求，我都会满足他。那我问一下，如果说这场输了，妈的，这个酒还开不开？不开了，输了还开个锤子。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那今天的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已经到了啊，他们要对阵 Mana。这场比赛是被安排到了主舞台。Side hailing from China. He's one of the top Terrans in the WCS circuit. It is time. 这种比赛其实对于李佩来说已经是经历过无数次了，只是这一场比赛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这边狙闪可以，直接投，好，直接打3块呀！漂亮，对面，哎，锁一下。拖农民啊！拖农民，这个时候拖农民的。2边前倒，要GG了，GG 2-0。这么强吗？贝娜？不，这是李平淡这两盘打得非常好。现在这个开局可以说是梦幻开局，梦幻开局，把状态稍微再保持一下，就会差一点。这个很危险，太厉害。但兵不够了，打不过，兵不够了，强行怼，但是没用啊，怼不进去啊。就算这波打赢你也输了，后面他源源不断的比1比2。果然不是什么事都是一帆风顺呐。李平淡不要紧张啊，需要思考一点。这时候要冷静，主要是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刚有一阵儿，人家都知道他心理素质不好。他跟我这当时打比赛，就跟我说：“爸，我紧张的，我心脏都疼，我手都哆嗦。”他在国内比赛的时候，他认为他很强的时候，艾 A 给他打哭过，克劳迪给他打哭过，布里克基给他打哭过，他接受不了了，他就不想打了，说我不练了。我听到他这话呢，作为我心里也挺难过，就是说孩子，就是说付出这么多以后呢，还是
面临一个失败的问题，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退，也要怎么退？我说谁赢了你，你就想办法战胜他以后才退。好了，来了，看第4盘了啊！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其实打的已经很挺成熟的，而且经历了那么多个比赛，其实他的这个心态比你们想象中好多了。来了，解放者2把，哎呦很痛，但是这个时候尽量的换，机场给他换，再往前炸4个，听到？闪电1把2把拉开，闪电好像秒掉了，直接往前点，直接上来，没闪电了。那这口气野人一拳，再往前点，但有很多兵啊，这个地方再往前顶的差不多了，顶到这位差不多了，不能再顶了。坦克，哎呀，这个地方顶的稍微有点往前，有的太靠前了，顶的真的是兵贵神速，不能再等，领先40战斗人口。其实你烟皮打不到闪电，你打中那些打中兵也行。好，这波机会来了，直接推古拉手上去了，然后目标诺森德，哎，漂亮，漂亮，来最后一波。退一步，很冷静，很冷静。EMP 走起，全倒。啊，那还。nice。终于实现了他那个作为职业选手想去的梦想了。谁都得超过他了吧 Do you make it to BlizzCon? You'll be the first Chinese player on the global final stage. Fantastic, man. I do too as well. Congratulations. One more quick round of applause for Time here as he moves on to the round of 16. We're back to you at the desk, Lars. 他是中国第一个进那个李大康。李平南对于这整个大环境来说，他是一个领军的一个人物。他今天取得的成就，可能是未来会影响到新人马电竞这个领域，可能50%-60%。说一个人的成功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我们官方做了一些努力，他们家庭也给予了无限的支持。然后 Time 自己其实在整个选手的道路当中，要战胜的永远都只是他自己。不容易啊，这次真是开香槟了，是吧？真开了。开久了啊，开久了！8年第一次这个中国选手是靠自己的力量杀进了BlizzCon。其实星际这个游戏在我生命中已经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你要怎么去不热爱呢？就是我的整个人生最重要的这20年，我都给星际花了。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游戏，我去干一个我不喜欢的游戏，我纯粹为了钱去，反而我觉得成功不了。从他身上就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自己，就喜欢这个游戏，我没有其他什么想法，我就喜欢这个游戏，我想成为世界第一。